在许多人的心目中，佛菩萨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象征，更是他们心灵的寄托和生活的指引。每当遇到困境或痛苦时，佛菩萨成了许多人寻求庇护的对象。许多人在寺庙前虔诚祈祷，渴望佛菩萨的保佑，祈求保佑自己平安健康，事业顺利，或是家庭和睦。然而，很多人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祈求后，常常会产生疑问：佛菩萨是否真的会回应我们的祈愿？如果有回应，又该如何识别他们呢？事实上，佛菩萨的保佑并不像一些人想象中的那样，必须通过一场显而易见的奇迹或神迹来表现。佛教教义中并没有提到佛菩萨会直接干预或改变某个人的命运，而是通过一种因缘的方式运作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。佛菩萨的保佑往往不会以显赫的形式出现，而是通过各种巧妙的安排，帮助我们遇见机缘，或者通过周围的人和事给予我们启示和指引。这些指引或许并不直接解决眼前的困难，却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的心态，促使我们走出困境。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，每一次偶然的相遇，或许都蕴含着佛菩萨的提醒。这些征兆往往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忽视的细节，但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，去感知这些巧合背后的深意，就能渐渐明白佛菩萨的庇佑并非遥不可及，而是通过因缘的相合，悄然融入我们的生活。在接下来视频中，我们将深入探讨佛菩萨保佑的不同方式，以及如何通过识别这些征兆，感受到佛菩萨的关怀与指引。这些征兆或许不是神秘的超自然现象，而是生活中的点滴智慧，帮助我们在迷茫和痛苦中找回方向，走向更为宽广的道路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佛菩萨的保佑并不总是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以神迹显现。事实上，佛教中有一个核心的观念，那就是万物皆空。佛菩萨的显现是通过不同的形态和象征，给予我们启发与警醒，而这些形态和象征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。在佛教教义中，佛菩萨并不只是坐在寺庙中的雕像，也不是远在天边的超凡存在。实际上，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，甚至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，都可能是佛菩萨的化身。文殊菩萨是佛教中非常著名的一位菩萨，它象征着智慧与慈悲。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中有记载，文殊菩萨以无数的化身出现在世界各地，普度众生。很多信徒怀着虔诚的心，来到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，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加持和智慧。然而，文殊菩萨的真正显现，并非一定是在我们期待的方式下出现。或许，在你踏上朝圣之路时，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，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细节，都有可能是文殊菩萨的化身。你无法预知他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在你面前，
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触动你的心灵。每一次的相遇都可能是一次佛菩萨的引导。这些化身的形态往往是根据众生的需求和背景来展现的，有时是慈祥的面容，有时是严厉的教诲，有时是富贵的面容，有时则是贫贱的样貌。这一切都在于菩萨如何因应不同的众生施展智慧和慈悲。比如，一位看似普通的陌生人，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刻伸出援手，或许他就是佛菩萨化身。佛教认为，世界上每一个生命都有成佛的潜力，甚至那些我们视为恶人的人，也有可能是菩萨派来考验我们的人，帮助我们消除业障，帮助我们成长。这正如同佛教中的一个经典故事。某位信徒深信观音菩萨会在危急时刻前来救助他，于是当他面临困境时，他祈求观音菩萨的庇佑。当他被困在大海中时，一块漂浮的原木飘到他的面前，他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，而是继续心无旁骛地念佛，期待观音菩萨亲自降临救他。后来，一位船夫经过，看到他后邀请他登船，但他依然拒绝了。最终，这位信徒因错失了这2次机会而不幸溺水身亡。死后，他见到了观音菩萨，并抱怨为什么菩萨没有现身救他。菩萨慈悲地回应道：“我曾化作原木与船夫来救你，只是你没有认出我。”这个故事深刻地说明了，佛菩萨的帮助往往是通过间接的方式，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神通广大的直接显现。我们常常错过佛菩萨的化身，因为我们未能以恭敬和觉察的心去看待周围的一切。因此，我们每个人身边的贵人也可能是菩萨的化身。所谓贵人，并不一定是那些权势显赫的人，而可能是那些在你困难时伸出援手的普通人。也许是在你一无所有时，某个陌生人给你的一点帮助，或许是某次偶然的相遇给了你一丝希望。佛教认为，这些贵人实际上就是佛菩萨所化身，他们来帮助你度过人生的难关，提醒你去修正自己的心态，积累福报。对于那些在生活中出现的恶人，佛教的看法与我们通常的理解截然不同。恶人并非简单地是我们应当回避的对象，他们也是佛菩萨的化身。菩萨会通过这些恶人的行为来考验我们的心性，帮助我们消除业障，锤炼我们的心灵。虽然这些恶人的行为可能让我们感到愤怒、伤害，甚至绝望，但正是他们的出现，给了我们修行的机会。如果我们能够用慈悲心去对待这些恶人，学会宽容与包容，去除自己的执着与愤恨，那么我们不仅能消除业障，甚至能够突破自己的修行瓶颈，迈向更高的境界。佛菩萨的化身往往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次相遇，每一个考验，每一段经历。他们并不总是令人惊叹的奇迹，而是平凡的、细微的，但却充满智慧的提醒。当我们学会以一颗慈悲的心去看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，去感知每一次的相遇和每一段缘分，我们便能体会到
佛菩萨无时无刻的庇佑与引导。佛菩萨的保佑常常表现为一些细微的征兆，而这些征兆往往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惊天动地。事实上，佛教认为，宇宙中的一切现象都是因果的体现，而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小小的事件或细节，可能正是菩萨在通过某种方式提醒我们，指引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。我们所称之为保佑，并不一定是立刻显现出大规模的奇迹，而是通过一种巧妙的方式，激发我们内心的觉察与改变。通过对这些征兆的理解，我们不仅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菩萨的慈悲，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觉察到自己的内在成长与福报积累。佛教经典中提到过很多关于征兆的例子，其中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，当你在生活中经常遇到贵人时，这往往意味着佛菩萨正在保佑你。所谓的贵人，并不一定是某个显赫一时的有权有势的人，而可能是在你困难时某个陌生人给予的帮助。佛教教义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一位海员在出海时遇到了大风暴，船只即将沉没，他跪求观音菩萨的保佑，希望能渡过难关。就在此时，一艘船恰巧经过，他的船员们奋力把他救起。这个故事的含义在于，观音菩萨并不一定会直接显现出来，而是通过贵人的化身，帮助我们走出困境。当你遇到困境时，往往会发现身边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人伸出援手，帮助你渡过难关。这些人也许只是你偶然遇到的路人，或者是与你毫无关系的陌生人，但他们却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刻及时出现，给予你支持和指引。佛教认为，这些贵人正是菩萨的化身，他们是为了帮助你积累福报，提醒你保持善良和感恩。然而，佛菩萨的保佑不仅仅是通过帮助你度过困境，还可能通过一些看似不幸的事件来提醒你。生活中的恶人便是这种提醒的一部分。佛教教义认为，恶人并非单纯的坏人，他们的出现常常是为了帮助我们消除业障，促使我们修行进步。虽然我们常常在面对这些恶人时感到愤怒、恐惧，甚至不知所措，但若从佛教的角度来看，这些看似不友善的人，实际上是菩萨用来考验我们耐性、智慧与慈悲心的人。通过他们的行为，菩萨希望我们能够在内心中消除愤恨，培养宽容与包容的心态，从而通过修行消除过去的恶业，提升自我修养。佛教经典《华严经》中提到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这句话意味着，世间的事物、事件和人际关系，实际上都是暂时的，是因缘所生、虚幻的存在。当我们遇到看似不幸的事情时，其实这只是因果的体现。佛菩萨并没有离开我们，而是通过这些不顺的遭遇，让我们反思自己的行为，促使我们从错误中学习并成长。因此，当你遇到困难或不顺时，不妨静下心来反思，是否自己在过去的某一时刻曾经做出了不合适的选择，或者是否有某些未曾解决的业障正在显现。
若能意识到这些，及时修正自己的心态与行为，便能化解当前的困境。在我们生活中，有时会遭遇一些让人不安的情况，例如经常感到烦躁不安或做噩梦。这些情况看似并不起眼，却是佛菩萨通过因果现象提醒我们的一种方式。烦躁不安往往是内心未得清净的表现，可能是因为我们过于执着，或者身心疲惫，未能修正自己的内在状态。而做噩梦则往往与我们的基业相关。当我们日常积累的福报不足，或者曾经的恶因尚未得到解决时，往往会在梦境中呈现出来。因此，当这些不安的征兆出现在我们身上时，不必过度担心，而是应该把它看作佛菩萨的提醒，提示我们要反思自己，去积累更多的福报，修正自己不善的行为。佛教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因果。因果是一切现象的根本法则，无论是福报还是灾祸，都是因果的表现。当你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诸如常常生病、事事不顺的征兆时，这些也往往是因果关系的体现。生病、运势不顺、烦躁不安等，常常是因为我们在无意中积累了不良的因缘，而这些不良的因缘开始逐渐显现出来，影响到我们的生活。此时，佛菩萨并不是在惩罚我们，而是在提醒我们，要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与心态来化解这些不好的因果。只有通过修行积德，才能改变命运，消除业障，迎来更好的未来。当生活中出现这些不顺的征兆时，我们应该保持一颗冷静、平和的心，去反思自己，去修正自己，去增加福报。通过行善积德、孝顺父母、放生、布施等方式，去修补过去的过错，增强自己的福报。佛菩萨的保佑，正是通过这些微小而深远的征兆，提醒我们不断修正自己，提升自我，从而走向更为光明的未来。这些征兆可能并不直接指引我们走向神迹的奇观，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，提醒着我们如何以一颗更清净、更慈悲的心面对人生的起伏。识别佛菩萨的提醒，并通过积极的行为来积累福报，是修行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往往会被种种琐事困扰，很难在忙碌与压力中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去觉察和回应佛菩萨的指引。然而，佛菩萨的提醒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迹，它们通常以非常细微的形式出现，常常是通过我们内心的感受、周围的事件以及与他人的互动等途径，默默传递给我们。只有当我们能够静下心来，细心观察与体悟，才能更好地识别这些提醒，并在此基础上积累福报，逐步修正自己的行为与心态，进而趋向更深层次的觉悟。首先，识别佛菩萨的提醒，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一颗清净觉察的心。佛教讲究内观与自省，意味着我们要学会观察自己的内心与行为，而不仅仅停留在外在的环境和现象上。每当我们面临困境、遭遇挫折或情感波动时，
不妨先冷静下来，问问自己，此刻的烦恼、焦虑是否与我内心的执念有关？是否有某些未曾处理的负面情绪或过往的业障正在影响我的心境？通过自我反思，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，这些看似外部的困扰，其实可能是自己内心的无明与贪嗔痴所引起。佛菩萨的提醒，就是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，促使我们去修正自己的心态，放下执念，调整方向。例如，当我们发现自己频繁与人发生冲突，或者在人际关系上屡屡遭遇困难时，这或许是一个佛菩萨的提醒，提示我们要修正自己的言行，培养更高的忍辱和宽容心。佛教中讲究修心，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不断地观察自己的言行，去找到内心深处的不足，从而加以改正。每一次与他人的摩擦，都是一次对自己内心的考验。菩萨的提醒，往往会通过这种方式，让我们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多的耐心与理解，而不是急躁与冲动。只有通过修心，我们才能真正的积累福报，提升自己的人格与境界。其次，佛菩萨的提醒往往通过生活中的小事显现。例如，你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无意间帮助了他人，或者在某个瞬间做出了一个善良的选择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善行，实际上正是菩萨在通过你的行为给予你鼓励和肯定。佛教认为，积福报并非仅仅依赖于大规模的善举，哪怕是日常生活中一些小小的善念、善行，也是福报的种子。这些善行在无形中累积，最终会带来更多的福气和智慧。当我们能够主动去关心他人，帮助他人时，我们的心境就会变得更加宽广，生命的层次也会因此得到提升。每一次付出的善行，都是在为自己积累福报的同时，也在为这个世界带去更多的温暖与光明。例如，佛教提倡布施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施舍，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布施。当我们能够无条件地帮助他人，给予他人温暖与支持时，我们便在积累着无形的福报。布施并非仅仅指金钱或是物质上的给予，更多的是通过言语、行动，甚至是一个温暖的微笑，去给他人带去帮助和关怀。佛菩萨的提醒，常常就在这些微小的行动中提醒我们，修行不一定需要刻意去追求宏大的事业，最重要的是将每一件小事都做得尽善尽美，心怀慈悲与善意，培养自己内心的善念与正能量。此外，佛菩萨还通过一系列的因果反应来提醒我们，因果是佛教的根本法则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生活中的每一个行动都在不断地种下因，结出果。当我们感到某些事情不顺利时，不妨问问自己，这些困境是否源自我过去的某些行为？是否有未曾化解的负面业力正在显现？如果我们能在此时认真思考，并意识到自己曾经的某些行为所带来的后果，便能及时修正，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。例如，当你在工作中总是遇到不公平的待遇，或者总是被人误解与排挤时，也许这并不是巧合，
而是过去某些不善行为的反射。此时，佛菩萨的提醒便是通过这些现象，让我们反思过去的言行，警觉到自己内心可能存在的贪婪、嫉妒、愚痴等不善念头。这时，修行的关键便是要放下这些执念，学会宽恕他人，同时提升自己的境界。通过反省与自我提升，我们便能够化解过去的负面业力，从而创造出更有利的因缘，走向更好的未来。最后，积累福报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修行过程。每一次的提醒，每一次的善行，都是我们修行路上的基点。当我们在生活中逐渐意识到佛菩萨的提醒，并通过反思与修正自己来积累福报时，我们的内心也会变得更加清净与宽容。随着福报的积累，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更加圆满与和谐。无论是日常的小事，还是面对困境时的态度，都能反映出我们是否在朝着更高的境界前进。佛菩萨的提醒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神迹，但他们始终伴随在我们身边，指引我们走向更加清净、智慧的生活。在修行的道路上，内心的力量与心态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素。无论我们外在的条件如何，最终决定我们生活质量的还是内心的状态。佛菩萨的提醒，正是通过指引我们转变内心的状态，帮助我们提升心态，逐渐走出困境，走向更加平和、智慧的生活。内心的力量，不仅仅是抵御外界风雨的能力，它更是一种超越自我、超越痛苦的智慧，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能够坚持本心、保持清净的一种力量。首先，内心的力量来源于对自我深刻的认识与接纳。佛教认为，所有的痛苦都源自于无明，即我们对自身真实状态的不了解与执着。我们执迷于自我，贪恋外在的事物，追求无止境的欲望，这些都会导致内心的痛苦与不安。然而，当我们能通过修行去觉察到这些执念，逐渐放下对外在的依赖时，我们就能够找回内心的力量，真正实现内心的平静与自由。内心的力量并非依赖于外部环境的改变，而是在于我们如何通过智慧去看待生活中的一切，如何处理内心的烦恼与困惑。例如，当我们面对失败、失落或痛苦时，往往容易陷入自我怜悯或愤怒的情绪中。这种情绪虽然短暂，却能极大地消耗我们的内在能量。而如果我们能够从佛菩萨的教诲中汲取智慧，学会不把一时的得失看得太重，调整心态，便能减少这些负面情绪的影响。我们会逐渐明白，失败与痛苦并不是世界对我们的惩罚，而是我们修行路上的一部分。它们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，成长为一个更有智慧和包容力的人。此时，内心的力量便开始显现出来，它使我们不再畏惧困境，而是以一种淡定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波动，接受生命中的所有起伏，始终保持清明与平和。其次，心态的转变是我们积累福报、
提升自我修养的重要途径。心态决定了我们的行为，而行为决定了我们的结果。如果我们总是用负面的眼光去看待生活，抱怨命运不公，陷入对过去的回恼与对未来的焦虑中，那么我们便容易被困在一种消极的循环中，无法突破自我，无法前进。相反，如果我们能够用佛菩萨的智慧来转化自己的心态，学会感恩、宽容与放下，那么我们的心境就会逐渐变得平和，生活的质量也会因此提升。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，面对他人的挑衅或误解时，我们往往会选择愤怒、对抗，甚至心生怨恨。但如果我们能从佛教的因果法则出发，转变心态，理解他人行为背后的原因，看到对方的无明与困惑，就能在心中升起慈悲与宽容，而非怨恨。此时，内心的力量就会表现为一种平和的心态，它让我们不再被外界的干扰所左右，而是保持内心的清静与稳定。这种心态的转变，不仅能帮助我们化解眼前的冲突，还能在长期的修行中积累福报，提升我们的智慧和慈悲心。此外，心态的转变还包括对自己命运的积极接受。生活中的许多不顺与苦难，往往让我们感到无力与困惑。我们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倒霉？为什么我努力了那么久，仍然得不到回报？这些问题常常带来内心的焦虑与不安。然而，如果我们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，我们会发现，所有的遭遇都是因果的体现，都是我们过去行为的结果。无论好坏，都是我们生命旅程的一部分，都是我们修行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课题。此时，心态的转变就是学会放下对结果的执着，接受生活中一切发生的现象，将焦点从外部转向内心，去修正自己的心态，去提升自己的智慧与心胸。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与耐心，但随着我们不断的修行与调整，我们的内心会越来越强大，面对任何困境，我们都会拥有更加从容的应对能力。内心的力量正是在这种不断修行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出来的，它使我们不再轻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，不再被情绪所左右，而是能够以一种超然的态度看待生活中的一切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心境也会逐渐变得更加宽广与深邃，生活也会因此变得更加有意义。心态的转变不仅仅是对个人困境的应对，它还能够改变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方式。当我们能够从内心放下执着，学会宽容与理解时，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和谐。在佛教中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关爱，提倡无缘大慈，即使是与我们素不相识的人，也应该以慈悲心去对待。通过这种无私的爱与关怀，我们不仅能在内心积累福报，也能够创造更多的善缘，带来更多的平安与喜乐。内心的力量与心态的转变是佛菩萨提醒我们走向觉悟的关键。通过修行，我们不仅能够识别佛菩萨的指引，
还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些智慧，逐渐放下执念，提升心态，积累福报。心态的转变是我们通向内心平静与外在和谐的桥梁，它帮助我们不断净化心灵，超越苦痛，走向更加广阔的智慧与慈悲的境界。在修行的旅程中，我们不仅仅是寻求外界的保护或庇佑，更多的是通过内心的修炼来实现真正的成长与超越。佛菩萨的提醒，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，都无不引导我们走向内在的觉醒。通过对佛菩萨的信仰，我们不仅能够更清晰地识别生活中的各种征兆与暗示，更能通过不断积累福报，转变心态来提升自己。这一切最终都将帮助我们走出困境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智慧，从而走向更加圆满与丰盛的生活。然而，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，每个人的修行都需要时间，需要不断的反思与调整。佛教教义中强调因果法则，强调一切众生都有可能在不同的生命阶段经历痛苦与困惑。痛苦并非是世界对我们的惩罚，而是我们修行路上必须面对的课题。我们每一次遭遇的挑战，实际上都是自我觉醒与自我提升的契机。只要我们能够在每一次的挑战中保持清醒，汲取其中的智慧与经验，我们就能够一步步走向更高的境界，积累更深的福报。此外，佛菩萨的提醒不仅仅是直接的化身或显现，它更多的是通过种种因缘与巧合给予我们启示。这些启示可能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瞬间降临，可能是一个意外的转折，一段不期而遇的经历，或者是一场看似偶然的相遇。而这些正是佛菩萨对我们生活的指引，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常中也能够发现不平凡的力量。我们只有通过提升内心的觉察力，学会察觉身边的种种微妙变化，才能真正领悟到这些指引的深意，继而在其中找到自己前行的动力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内心的力量逐渐得以觉醒，它让我们不再畏惧外界的风雨，而是能够以更加宽广的胸怀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无论是面对人生的低谷，还是在面对人际的冲突与难题，我们都能从佛菩萨的智慧中汲取力量，从心态的转变中获得指引，慢慢走向一个更加平静安稳的心境。通过这种内在的修炼，我们将逐步发现生活中的每一刻都是佛菩萨赐予的机会，让我们通过每一次的觉察与调整，不断升华自己的智慧与慈悲。最终，当我们能够从佛菩萨的教诲中找到平静与力量，当我们学会用一颗慈悲的心去看待自己与他人时，我们将真正体会到生活的宽广与美好。佛菩萨的保佑并非是简单的庇护，而是一种深远的智慧。它教会我们如何以平和的心态应对人生的所有挑战，如何在困境中看到成长的机会，如何在风雨中始终保持一颗清明的心。通过不断积累福报，我们的生活将越来越充满善意与光明，我们的内心将越来越强大，
我们将不再被外界的风云所左右，而是能够从容不迫地走在自己的修行道路上。这不仅是对个人生命的觉醒，也是对整个社会、整个世界的一份贡献。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，转变心态，积累福报时，这种力量将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正能量，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，带来更多的爱与理解。每个人的内心都可以成为佛菩萨的化身，散发出智慧与慈悲的光芒，为自己也为他人点亮一条更加光明的道路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